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蜜豆妈妈，我是陆凤爸爸。如果大家有在 follow 我们的频道的影片的话，应该就知道我们几个月以前有去夏威夷的欧胡岛玩。不知道大家知道这个可可树的尝试哦。可可树呢是需要在一个潮湿又温暖的环境下呢才会长得好。那在世界上呢，这个环境是在赤道的以北跟以南20度的环境才可以生长的。所以夏威夷是美国唯一一个可以种可可的州。我们这次去欧胡岛玩，我们也有去参加21 Degrees Estate 的可可农场 tour， 然后也有买了他们家的巧克力，然后试吃了5种巧克力嘛，对啊，然后跟我们之前去吃过的巧克力又不太一样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可可的风味呢，其实取决于很多元素哦。那比如说地理位置啊，然后土壤，还有气候，还有收获以后呢，他们做的像比如说发酵啊，还有烘焙啊，这些都会影响巧克力最后的风味还有味道。我们这次去欧胡岛，我们是住在 Ritz-Carlton 的 Waikiki， 然后在我们的饭店楼下就是 Dean DeLuca。Dean DeLuca 有卖 Lindgate Farms 的巧克力，所以我们这次很期待，就想试试看 Lindgate Farms 的巧克力会多好吃。我们在欧胡岛还有发现另外2家巧克力店，一家叫 Lonohana， 那另外一家是 Coho。那 Lonohana 呢是在 Salt at Our Cacao 的里面的一家店，然后 Coho 呢就是在那个 Waikiki 走路的时候发现的一家店。因为我们买了那么多巧克力，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单一产地巧克力的盲品。然后我们可以来试试不同的品牌，然后看看这些品牌的巧克力有什么不同的风味啊，然后最后再选出一个我们觉得最喜欢的味道的巧克力。然后再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单一产地巧克力。单一产地巧克力呢，就是指说这些种植的可可豆呢是来自同一个原产地。那通常原产地会是同一个庄园。我们今天要试吃的这些巧克力很多都是从同一个庄园来的，那有的时候是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地区。然后我们决定就是 throw in 那个一个 curveball， 因为我们只有4个是夏威夷本地生产的巧克力，那我们决定说放进去另外一个是从贝里斯来的巧克力。那它的纬度其实跟夏威夷差不多，它是在赤道以南，差不多好像是16度的地方。夸伊跟那个欧阿虎他们的纬度是差不多在21、22度的地方。我现在拿这两个巧克力是夏威夷的巧克力。这个是 Lindgate Farms， 然后这个是21 Degrees Estate 的，这是在 Kauai 生产，然后这是在欧胡岛生产。Coho 的那个网站跟它里面都有写说，北岸来那个生产的巧克力都吃起来有点像那个凤梨，或者是有像香蕉的口味。Lonohana 这也是在 North Shore 北岸的巧克力。那我们今天要试吃的黑巧克力，我们就是尽量是选差不多70%左右的。那 Coho 呢？它只有55%，虽然它也是说它还是算是黑巧克力。那成分呢？Lindgate Farm 跟 Lonohana 还有贝里斯来的，他们的巧克力呢，里面只有2种成分，就是可可豆跟有机蔗糖。21 Degrees Estate 这个巧克力呢，它除了有可可豆跟有机蔗糖，它还有放了有机的可可脂。Coho 这个呢，它就里面有8种成分，光它的巧克力呢，它就已经有5种成分了。所以挑选巧克力的时候，也是我觉得蛮重要的，就是要看它的成分是不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纯的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就开始，我要先把这个巧克力把它分切，然后因为是盲品嘛，所以我想到一个方法，就是让我们自己本身也不知道那个到底哪一个是哪一个巧克力。好，我们刚刚已经把巧克力都已经切好了，对，然后我刚刚也把它混了一下，所以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哪一个是哪一个哈。我现在装巧克力的容器呢，有5个不同的黑巧克力牌子，我刚已经混了，所以我自己也不知道。
不过那个牌子是有在写在这个容器的下面，然后盲品需要记录的一些东西都已经把它放在一个表格上面，让我们等一下做一些笔记，然后可以等一下聊一下说我们吃到的口味是怎么样。所以我等一下就随便把它盖上那个从 A B C D E。好，我们现在都完全不知道哪一个是哪一个。那我们等一下在做这个盲品的时候，我们会就是自己去做这些笔记。那等我们品尝完，我们才会做这些讨论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的个人的意见才不会影响到别人。我还有准备水，就是在品尝巧克力的时候可以 cleanse your palate。OK， 好，就这样子。OK， 大概好。OK， 我们已经结束了。所以我们结束我们刚刚的盲品，然后你可能看到我们有一直在吃巧克力，因为我们想确认一下我们吃的那些口感或一些味道。譬如像我想知道，如果我吃的有没有咖啡的味道，或如果这个口感会不会很脆，所以我拼命一直在吃。我觉得盲品这种东西，那当然口味是会因人而异，也其实就是每个人的味觉也不太一样，所以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我们刚刚吃到的巧克力的味道。现在我们先从 A 开始讲好了。好 ，A 巧克力我们的口感我们都还蛮接近的。对，我就觉得它稍微脆一些些。不过关于它滑顺度有点干干的，主要味道我们两个都是写比较有土壤的味道，是不是？Secondary note 你有写什么？你说有咖啡，然后有坚果的味道，有对，然后我是写了一个烤的味道，对，跟那个咖啡跟 nuts 跟那个 nuts 混在一起，对，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两个的那种吃到的口感跟味道是还蛮像的。Finish 你算是短。比较短一点，我是把它写的是非常短的。然后会不会苦？我觉得一般还好，不会太苦，也不会太甜。B 呢，我是写比较有那个水果味，然后你说有椰子的味道。哦，有椰子的味道。对，就是像凤梨、椰子的味道啦。我吃这个 B 一吃进去后，哇，凤梨的味道非常的重，所以我是有写那个柑橘的味道，然后我又有写说有一点点 bourbon 的味道，所以我也有写那个molasses。对，我们的那个 finish 我们都是写算是比较长，然后苦也完全不会苦。对，好。然后 C primary note 我是写 floral。花香味，然后 secondary note 我们两个都有写香草味道，你可以完全吃得出来。然后那个你也有写 molasses， 我也有写 molasses， 因为很甜，我觉得香草味道非常重，然后那个甜度也有点高。对，然后而且你看我还有写 caramel， 所以它就是很甜。我们那个甜度我们都是写是最甜的。第一，我吃了几次，然后后来我觉得是有一点水果味的味道，后来就觉得有一个香草的味道。不会太甜，也不会太酸。那我是写主要的口味，我是写非常的 fruity。OK。然后 secondary note 我有写红莓，还有我还写了荔枝。对，然后 finish 我觉得算是比较短，OK。不苦也不会很甜。然后那个口感呢，我是写是最脆的，我是这样子写。好，最后一个是E，那我是只有写有土壤味。OK。然后 secondary note 你说有花香，有红莓，还有草本味。草本味对，有一点。我是只有甜，是有柑橘跟那个糖蜜。然后 finish 我是写非常短，甜苦度我是就是算中等这样子。好，我们来讲一下我们的 overall rating。对，蛮像的。第一好吃的都是 B 哦。OK， 就是刚刚说有那个凤梨，然后有那个椰子，会有椰子的味道。我还有说是有那个 bourbon 的味道，还有一些柑橘的味道，非常非常的有果香味。
然后第二个我们都是填 D 哦。D 就是我们刚刚说非常非常有果香味，你是说有香蕉、香草，然后我是说有荔枝跟那个红莓的味道。第一、第二我们都选 B 跟 D 哦。第三个你是写 E，就是你说原本吃起来是有土壤味道，然后吃到最后味道会变得比较有果香的味道。我是写 C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 E 跟 A 呢，我是觉得本身它对我来说啦，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。对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会选。然后我把 A 放在最后，是因为我吃到最后，我觉得残留有一点点那种 grainy 的感觉。A 我是放第4，因为我觉得就比较普通的。对，很普通，没有说特别的味道。所以其实你知道吗？我们觉得 C 可能是那个 Coho， 没错哦。KH 就是 Coho。对 ，OK， 我们都知道了哈。好像拿掉以后呢，你就会知道我们的 ranking 其实是一样的。因为那个洛风爸爸他是把 C 放在最后面哈 ，B D E A。那我呢，我是把它放在中间。那如果你把它拿掉的话，我的答案其实也是 B D E A。OK， 好，我们现在看 B 是哪一个？哦，哇 ，B 是 Linky Farm。我下次一定要参观。哦，哇，好，那 D 是哪一个？D 是那个 21 Degrees 我猜出来 Estate， 我猜出来。E 是那个 Dandelion， 就是那个贝里斯的那个玛雅山。然后 A 是我们觉得最不好吃的，那个是那个 Lonohana 的那个。像我刚才讲的，其实 C 它不会说不好吃，它加了很多其他的添加物，所以你会觉得吃起来会很柔、很顺，然后会比较甜。对，我觉得 C 就如果你只是单纯的说它好不好吃，我觉得它是好吃的。可是你说它你们能吃得出来它巧克力最原始、最本身的味道，我是觉得可能没有办法，所以你放最后也是有道理的。我们今天的巧克力盲品影片就到这里了。那我们希望我们的影片呢，也可以给你们做一些参考。那你今天试吃的巧克力的价格呢，平均都是在11块到18块这中间。那最贵的就是那个 Linky Farm 的巧克力。那你说它的有没有这个价值呢？我们两个都觉得这是最好吃的。所以我们下次如果有去苦阿姨的话，我们绝对会去参观他们的农场。好，那我们这次影片就到这里咯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